这一套迷你特工队超级战警王就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年度玩具，没有之一。耶稣来了也不好使，我说的。来吧，新玩具第2盒也终于回来了，迷你特工队最强超级战警王！我的天哪，这一个盒子，这家伙比上一个还要大。可以说这款产品是迷你特工队非常出圈的一套合体了，它的发售价格就不便宜，如今代理版的价格跌破300块，274块全款拿下。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么一套，我还不得起飞喽！最关键，为啥这2套一起买呢？它可以和之前的队长进行完全的互动。哎，大货车拖着这些小队的成员，效果也是非常带感的。不过消防车因为体型过大了，无法搭载在车厢里，它在后边这里可以有一个挂扣连接在车头，我们把它翻进去。好，而车厢里的空间是刚刚好可以塞下双腿的2个成员。全部摘下来，5个成员的载具其实还是有模有样的。虽然单体并不能变形，它只是存在一个合体的模式，但其实不管说是用料材质，还是整个的一个造型搭配出来的效果，都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曾经会觉得韩版的玩具国产代理以后啊，应该会阉割不少的东西，但是没想到这回在结构上边影响的并不是很大，主要也就是在涂装方面吧，把原先很闪亮的电镀零件变成了这种金漆的造型。其他方面都还可以。首先看这个警车，就非常的有模有样，该用的透明件也都有。轮子这上边的花纹处理、轮毂的表现还不错，不过是塑料的轮胎。特警装甲车这个涂装是最素的，窗户这里都没有做出来分色。消防车的细节就比较丰富了，不过依旧是把电镀的零件全部换成了金漆涂装。云梯这里可以稍微的往出拨一段，按着前边的开关弹出2个小的水泡。上方这里可以翘起来一点点，里边有齿轮关节的定位，但并不能左右的旋转。救护车其实也能从镜头里看出来，这一套整个的白色塑料零件，它都不是那种特别白的，稍微偏一点点冷色系。直升机，哇，其实这一套能出圈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在美工上边的这些心思所下的这种感觉吧。那我们也是开始这一套的变形。首先，救护车的顶子掀起来，这一块打开握把，对折一下，是它的枪。腿部的变形，先把这一块折下来。其实，在几乎所有的关节上面都是这种嘎嘣嘎嘣的齿轮的声音啊，特别的爽，甚至可以用悦耳来形容。脚后跟折下来，卡住。接着把合体的关节打开，车门对折，翻过来以后，其实都是有卡扣定位的。2条腿部其实几乎是一样的变形节奏。锁到位都是嘎嘣嘎嘣的感觉，哇，这个玩起来就特别的爽，甚至你从镜头里边都能感受出来，这个料子非常的润泽啊，光溜溜的，而且料子还给的很厚，很结实。直升机的螺旋桨这里需要一个插拔，把2个叶片拿出来对折一下，上面的杆子折进去，下方这里起落架，这里根部也是齿轮关节，前方这里就没有了，起落架也是有小轮子的。打开警灯的这个小盖子，整个的拉长，翘起来，再把盖子折回来，露出它的合体关节来。后边的这一块尾翼打开，旋转180度，扣上。另外的一条手臂需要用到云梯的部分，这也是云梯看起来为什么很长的原因。里边是一个滑槽，把它滑出来。侧面这里是甩棍，卸下来，拉长。在云梯的后端还有这个帽子，中间这里的变形也是拽长，嘎嘣嘎嘣，折下来扣住，爽！这套就突出一个耐造呀，毕竟是3家的玩具啊，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没有这些细小的卡扣或者说繁琐的变形比较好，玩起来会得心应手。消防车本体的变形再抠起来这一块，4个无损的咬扣在结合的位点上，中间的握桩拉起来，盾牌的部分，侧面这里的门板打开，中间无损的咬扣，
在折上来的同时，注意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把它滑上去，翻到尾部来，打开绿色的膝盖甲造型，顺势把这里边180度翻出来，这里是结合的扣子，里边的2段膝关节都是齿轮的，扣好，侧面的轮子180度旋转扣上来，这里边也是无损的咬扣，2条腿就可以左右的分开。接着按住金色这里的一个弹簧开关，按里压，胯部就可以往后了。这样的胯部就锁在了中间的位置。逆变的时候也是按着这个弹簧的开关按住了，再往前拨就很轻松了。这个地方就又锁住了。所以它在每一个变形的过程中还有锁定的地方，让这款最后完成的会很稳定，很爽。顺着腰部的齿轮再旋转，转到正面来。车头位置翻开这2根管子，打开中间连接的卡扣，往后翻转，左右打开，掏出双腿直接往上插，结合上去还是非常稳定的。需要拆的时候就按住这个，一拉就很轻松的下来了。哇，这种一键锁定的感觉也很棒。手臂连接滑槽，这里往上一挂，里边其实都有弹簧的凸点进行锁定，这个感觉很爽。还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刚才我们摘下来头盔这里有一个插桩，我们把它90度收进去。警车的变形直接拉长，中间这里的无损咬扣，90度齿轮关节往下旋转，然后忘开先警灯。这里边有2个卡边的位置，还有弹簧，车门会自动弹开，变成胸甲左右的造型。在结合位点的地方，很不起眼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小的3角区域，触发开关在车底的这个位置，所以胸甲我们只需直接往上扣合，脑袋也会自动弹起来。背后这里警灯旋转180度固定，再把这个盖板合回来，这里有一个插扣结合，完全的锁住。背包这2根棍子左右打开，拿出直升机螺旋桨变成的小翅膀，从这里插上，摆一个斜点的造型，再把它的帽子往上一扣，瞬间就帅了呀！盾牌方孔直接插上去，警棍通过中间手心的2个扣眼结合，握的还是很稳定。超级战警王合体完成，哇！这个合体完成以后的画风也是非常带感的，这也是说这一套为什么出圈的原因之一。虽然是一套儿童的动画片，并且在玩具上面注明3+，但这一套最终完成的合体效果让我这个半大老头子也是非常喜欢的，真好看。虽然说对于一部子供向的动画片，它的角色颜色搭配会显得特别的鲜艳。但这一套很好的使用了这种色彩的混合处理，最后呈现的一个效果其实一点都不显得乱，并没有特别花里胡哨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有一些华丽。可能这也是这一套设计师美工处理上边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吧。合体的身高来到了37公分到头顶，到翅膀的最高圆已经42公分左右了。所以就算把它放在你的3:8比例合体金刚的队伍里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违和。警棍给它卸下来，刚才我们提到救护车顶子还变了一把小的左轮手枪，这个握在手里的感觉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更关键的，你还可以把盾牌卸下来，然后顺着这里边的2个无损咬扣把它包上去，卡住，就合成了一把效果更棒的来福枪。身上大量的齿轮关节加持之下，举起来也是完全没有压力的，非常的稳定。作为3岁的儿童玩具声光效果是必须要有的。打开这个扣子，把这一块翘起来，背后这里有一个电源的开关，我们拨到圈的位置。最强超级战警王合体！战警冲锋枪发射！哇，是不是很爽？尖头的2个警灯还会跟着一闪一闪的，哇，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脖子这里可以左右旋转，但是会被这个立领的造型所干涉一些啊，可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翅膀这里来回的活动，上下的旋转。肩膀360度齿轮关节定位感很好，平举胳膊也能卡到90度。二头肌左右旋转，这里也是齿轮关节，不过胳膊肘折不到90度，也是因为胳膊过于粗了。拳头这里手腕并没有活动空间，不过每根指头有单独的一段关节。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款的头雕，没戴帽子的时候感觉差点意思啊，一戴上这个警察的大盖帽，瞬间就帅气了起来。虽然说没有韩版玩具电镀金色那么闪亮，但是这个金漆的效果也不错，上面警徽的刻画也很好。眼睛、口罩这里用了金属漆的涂装，耳朵两边的尖刺还用警灯做出了红蓝色的透明零件，再加上特意做出来的立领制服，以及胸前巨大的警徽和车头整个半折下来的味道，很有当年勇者风的魅力。再加上尖头发光时候的两个灯光闪烁，哇，这个点题效果太棒了！可以说这套东西非常符合我心目中勇者系列的精神续作感觉，所以它的腰部正倒三角的处理弧线，这个曲面做的也是非常好看的。腰部在这里左右旋转360度，也是齿轮的关节。后背干干净净的一个车前脸，并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哇，这太良心了。胯部的关节前后、侧面这都是齿轮关节，甚至大腿的平转这些地方也都嘎嘣作响。膝盖的位置设计了双段关节，所以屈腿的幅度也会非常的大。仔细看关节内部，甚至都有细节的刻画。但是因为造型的关系，胯部往开掰只能掰到这个幅度了。双脚这里也只做了斜坡的尾接地，所以脚踝这个地方是不可动的。但是你还要怎么说？274块钱，37公分的一款合体玩具，扎实的用料，清脆的关节，自带电池的声光效果，还有丰富的武器搭载玩法。最关键的，它的颜值还很在线。可能让大玩家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可动性上面差了点意思，但别忘了它的初衷是一个3家玩具，前提是它可不是什么盗版 KO， 这也是正经的代理版授权，放到咱变形金刚圈，这就是3C 货。来，咱们上证据，这可不是三无产品，国标、产品名称、生产、版权方一应俱全，镭射防伪贴、3C 合格证，国家产品质量认证的东西，你就说它诱不诱人，它香不香吧？再加上简单的变形、有趣的互动玩法，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在这套产品上面找到它的乐趣。甚至宝爸们还可以抽出时间和孩子一起，通过这款玩具享受宝贵的亲子时光。这么优秀的品质，这么实惠的价格，我就问你们，会不会让隔壁某个8家玩具、5家玩具的厂子着实汗颜？这话说回来，作为一个主要以变玩圈产品为主的 UP 来说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情怀因素加持，甚至有的时候都很少接触或者认知到其他 IP 的相关产品。如果不是因为豆芽的幼儿园在休息的时候给他们放动画片，他看到了这个动画跟我要玩具，我其实也不会想着去买这套产品。虽然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群友的晒图啊，是挺帅的，但是实实际际你上手摸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世界是这么的大，原来可变形的塑料玩具产品是如此的丰富，局限在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圈子里边，有可能会把这个人的眼界也框住，或者说放下自己的身段，别把美国的公司捧得那么高高在上，看一看其他产品的 IP， 横向的来对比一下，或许你会有不俗的收获。其实我的童年对于勇者系列的产品也是印象比较深的，小时候还特别爱看这个动画片，就觉得这里边的机器人会比变形金刚画得更帅气一些。所以在去年的时候也是淘到了一套很古早的产品，时隔这么多年再次把玩这些老玩具的时候，就会想原来老早年间的玩具设计这么的高级。所以去年因为我个人的私心，我就把它评为年度10佳的产品之一。再次跨越这么多年，到了这款精神续作的时候，而今年年中如果再做总结的话，这套迷你特工队的超级战警王就是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相信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观众说啊，黑幕啦，不公平啦，这个东西怎么配得上年度最佳呢？但我想说，像我这种小频道的个人评选本身来说就是很主观的，我就是喜欢它，
话又说回来，你全球公信力很强的游戏评选又如何呢？一个 DLC 都能上年度最佳游戏评选的名单，这就相当于2024东京玩具大赏把年度最佳的产品评给了 DNA 的一套配件包。哪说理去？所以2024年咱们频道的年度玩具大赏这一套迷你特工队超级战警王就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年度玩具，没有之一。耶稣来了也不好使，我说的。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超大的警车。你的消防车掉了。那看看还有没有开关了？没有，好像就那一个开关。最强超级战警王合体！这是门。